方了以后啊，他就要用肩来提了。它只要这肩跟手背连上，它就应该要转。对，但是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对他还不是很有利，因为你在这边，你控制他还多。是，它一直在上往上。你看，就他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弯走，他还可以弯，可是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要用肩来提这个手了。就是肩还是一样，肩没松掉。松掉，提高，松掉提，这边往下沉，这边往下沉，让走起来。你看你卡死了，太难了。比较好了嘛。有点懂吗？有点懂吗？你看你肩起来了，你们要分清楚啊！等一下 ，Hello， 你们要分清楚啊！这个地方是肩，这边是肩。我们背书包啊，背东西是用这边是肩，这边是膀，肩膀要区分开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手举高，这边要下去，这边要下去，手举高，你们练习手举高，肩往下沉，晓得吗？他们要相反，你不能手举高，肩也起来，这时候力量就往脖子上跑。你这边就死掉了，所以你要先把肩跟膀要区分开。我的手举起来，我这个肩往下沉，肩是松的，往下沉，这样就对了。这样子你这个手臂在活动的时候啊，空间就比较大了。你看你又起来了，听不懂？所以当你这个肘提起来的时候，还是一样，这个肩要往下沉，肩是松的，这就把肩跟膀区分开。原来是分开，我以为是一样。不一样，他们是两个东西啊。肩的话比较像肩胛骨吗？不是，肩是这一段嘛，就这有一个很强的肌肉嘛。是算肌肉。所以我们一般担扁担啊，担担子啊，背重东西都是放在这个地方嘛。OK。你不会放在骨头上面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放在这个地方的，所以这里是肩，这边肩关节以下叫做膀，这是膀子，他们要区分开，听不懂？所以练习手举起来是肩沉下去，肩沉下去手起来，肩沉下去手起来，肩沉下去手起来，这两个要搞得很清楚。肩沉下去，手起来。所以当你的走起来的时候，肩是沉下去的，你就不会它连在一起了。你连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，你连在一起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就死掉了。听不懂？练习嘛，松掉，肩下去走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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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举高，肩下去，手举高，这边是松的。肩这边是松的，沉下去的，这样才对。这就把肩跟膀区分开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的手一要动的时候是这个地方沉下去，我手起来这边要沉下去，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沉下去，听不懂？好，你刚刚要问，是大概差不多这个问题。好。然后沉下去是用力沉下去，不要压它，当然放松啊，不要压它，所以不需要提压。不用，就是一松，它就你这个起来，它就往下落了。有体会吗？你看，起来了，它沉下去了，肩落膀起，
啊，放松。对，啊，所以肩膀要把这两个东西，肩跟膀要分开来，分开用。你看，你看又起来了。这比较好了，这比较好了，很好。中文很难的。英文都叫 shoulder 是不是？英文的 shoulder 是包含这一块。Yes， 全部的 shoulder girl 的话是手臂跟肩胛骨。那么一大块啊。shoulder girls，yes，shoulder joint 的话，他们会用手臂跟肩胛骨一起，所以我以为肩膀是手臂跟肩胛骨。可是肩膀，刚刚你跟我讲是这里的肩，那个是膀。对，有一个肩峰，专门有一个名词。肩。这里有一个关节，是它通过的是一个韧带。OK。我们中国人一般讲肩膀，也没有去仔细的去区分它了。那我们练拳一定要分。这一个部分要放松的下来，对，不要用力。对，这边不要用力，所以手起来这边是沉下去的，这时候肩就活了。本来我是。对。这个是就是那一个 upper trapezius 心软这个肌肉的名字。是吗？是。对，肌肉的名字是那样子的。可是我们一般讲 shoulder， 大家讲 shoulder 就认为是在一起。这样它有一个。对，你不要去刻意的压，你就一放松，起来了。对。好，你们分出来肩跟膀了哈，以后你们练手掌啊，练太极拳啊，练什么？先抓到这个，先掌握好这个。所以都是绑动，但肩不要跟着起。对，除非你要用它，一般没有。那所以他们讲沉肩是说这个东西不起来，但是这个东西可以起来。对，沉肩嘛，最轴嘛。肩就是只有这。对。好。给我看这一次这个肩嘛。肩去哪里都哪里。这边有一个看关节。到这边，这个是肩。你这个骨头很大哦。你这个骨头你看我们活动的是这个区域嘛，活动是从这个地方嘛。所以从这边以上是肩。这边以下是膀，这边以下是膀。OK。看不懂？这里这边是肩，这就是颈了。这边到这边就是颈了，这边到这边是肩。这样子，这个是肩。所以这个要往下沉。对，你刚才那个体会很好啊，沉肩最走嘛。那沉的是什么肩？就那个肩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手一起来是这个肩啊，肩一沉，手起了。当你肩一沉手起来的时候啊，自然坠走，因为你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它会往下落，会向下落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一般人的习惯不是，一般人习惯是这样子。你不用压，你就是一放，一松就好了。不要往后松，往下松。对。有体会吗？分清楚这个很重要。分清楚肩跟膀。
不应该举起来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他说沉肩嘛。沉肩，我们一般没有需要举肩的话，就不要特别讲。所以说落本来就是落，因为一般人把它连在一起了。所以任何动作都不应该去举。对。啊。的时候啊我，现在帮他转，我要拉，不要才感觉得到。拉，可以拉是让关节开一点嘛。对。因为我只是刚刚才请他帮我转体验那个感觉。对。我还是看不出来。对。然后我上个礼拜我问你那个，我们上次练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刚练，我这边有开始痛，好像是就是稍微受伤。啊？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练这个，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开始也痛了，但是这很奇怪，它就是痛这里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刚刚练这个，我就有开始痛。痛了。对啊，是不是受伤？但是也没有到就是不能做动作，但是受伤不会在这个姿势啊，你是这样会痛啊？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，但是到大概这个角度会。是这样会，这样会痛。对，这样会痛，你放掉。对。这样子痛。但是也不是很就是不是受不了的。哪里？这里？想一想，好像现在有找，好像是这里。这里。哦，那还是你把它松开，你练旋转，让它伸展开，让这个筋回到正位上去就好了。这个筋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筋嘛，对啊，这个筋。对。这个点，对，这个筋，对。你要知道它伸展的正位是在哪里？伸展的正位是在这里，你自己摸，这样子这根筋的方向在哪边？在这里，在这里嘛。对，是这样。这里。这里。你看这里有没有？这根筋的方向在这边，所以你这个方向去伸展它，它就有了。你再就是往稍微转一下，它就更紧。这样不会痛。对。你如果角度错了，或者它拧到了就会痛。你说跟别的跟骨头跟关就卡。对。对，因为这个痛也不像是手上的，它就是就是在一个角度就突然有一点不舒服，对，像我做这个角度的，对，就是这个点。对，那你这边还没开，还没开。对，现在就对，那就是筋的位置。对。OK。那这个关节哈，这个关节往后翻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，就是我们练肺掌的时候啊，我上次讲呼吸要能呼吸到上面的肺尖，否则这边很容易出问题啊。那我们常常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子，全都是闭的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地方都没开，都没有动过，都没动，所以它变成一个，它容易什么？它容易藏污纳垢，气血也不容易到这个地方来。你看健康的人，我上次给你们看那个非洲土著的或什么哈，就一般他们站正常的这个手腕啊是朝前的，手腕是朝前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肩膀是开的，往后开的。现在的人你到街上看，大部分的人这个手腕是朝内的，就这个肩关节它是往这边转的，所以这边都没开，这边没开，你的氧气吸不到，你的血液过来也少，然后这边容易沉积，所以很重要。那我们练肺掌的时候，一个重要的关节就在这边嘛。你练肺掌，你这个地方要能够往后开，让这个开，这样没懂？你练肺掌这个没有开，你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不行啊！你越练它越糟。
听不懂？你练丹凤朝阳，练心，它为什么那个动作连到心，还是一个重要的关卡？哎，你这边你如果掌是这样，你这样举，这边还是一样关着的，它没有连接下来嘛。所以你必须到这个地方，肩膀，你看肩往这边一翻，拉起来，这边开了，这根筋你自己摸，这根筋就连下来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差一点点，这个肩的角度在这边没有开，这个角度在这边拉起来，它才有开，这才有用。听不懂？所以心肺的部分要常常注意，这个要开。听不懂？也注意一下自己，你们自己去看嘛，所有那个都是他们的这个走弯全都是朝前的。现在人都朝内了。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都朝后了，朝后了。好，这个知道去练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要练三手。